这样子打呢？给那个榴莲里面发酵，发酵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味道会比较苦咯，而且它的肉会比较 creamy。你手法好灵活哦，开榴莲是这样子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好漂亮的果肉，真的好漂亮！天哪，真的太漂亮这果肉。好，我想看明哥吃到。比较甜口啦，蜜一样苦。你看这么小的一个果实，哇，竟然这么大的一包！天哪，太好吃了！哇，那味道真的不一样。哇，这个是24，然后这个是猫山王了。啊，你先吃24啊，不是吃猫山王啊？先吃24吗？啊，猫山王会盖掉它的味道。哦，猫山王会盖掉它味道。很像甜中又少少的苦味。比较甜啊。就不会说太过霸气一点啊。这第24，我现在也是马上干一点哦。也是很甜，它的甜度会比这个高，但这个不苦哎。没有发酵到哈。椰子的刚刚跌。刚刚跌的哦。猫山王特点，你看壳很小。我拿着是猫山王榴莲，深黄色的果肉，吃果肉的口感有一层皮包裹着。绵柔黏黏的果肉，甘甜细腻，有点苦，有点酒味，很奇妙。很多人喜欢吃榴莲，就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味道。猫山王果肉很厚，核小，而且呢薄薄的一片。很多榴莲的核呢都是大大圆圆的，这品种的果肉呢肉厚核小，我吃个3、4包，肚子就感觉有点饱了。这么好的榴莲果肉到底是如何栽种出来的呢？为什么说品种好的榴莲树要花很多心思培育出来？这个泥土你看到吗？它有分成什么吗？它是分几层不同的颜色，下面就是比较没有肥沃啊，就是那个黑泥，那个有机质还没有到下面，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它整个泥土变成黑色。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做到？就是透过细菌、微生物把它做成前面变成整层都是黑泥。我们要放一个细菌把它改良这个泥土，所以一般上的人只是看表面，没有看深一层的泥土，所以很多就处理在泥土，问题在泥土，所以肥料不需要这样多，只是它怎样吸收。表面的是很多泥土，很多幼根，然后很多那些细根，再生下去的根没有这样肥沃，然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改成整个都是变成黑泥。我们做这个动作是我们从小就开始做的。你看我小个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做这个动作了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把它提高。现在很多人就把它做成一个很大的 burger， 要花很多钱开始啦。然后现在我们从小颗我们开始做高它，就不要给它积水了。反正我们有灌溉，它头呢不会积水的。啊，这个是迟了咯。我们会跟着它的树叶，跟着它的树叶的成长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外围把它做大它。啊，我们像这个也是最大了，我们就做大了。最后我们把它做成这么大。我们把它做成这么大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整理这个园地的目的就是它的根还没有生长到这边，我们没有伤害到它，所以我们的泥土啊，它存着一个小burger，不会积水，而且泥土很松，所以我们把有机肥先撒下去，可能2包到3包不要紧，我们就把它埋进去。我们这个时候半年都不用放肥都没有关系的，它下面已经很多养分让它自己吃。这个树就很健康了，再修剪一下，这个树就很健康了。有一棵榴莲树的果肉在马来西亚农业局主办的榴莲比赛中获得冠军，现在售价和人气一起急升。可是这棵榴莲树只适合在高原气候种植啊。那平地呢种植不出来啊，年产量太小，供不应求，它就是这个树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人想要吃的黑刺，现在是最贵的榴莲了。
吨。我们这个树大概4年了，啊，已经挂果了，整20粒了，还有在开花。这些很满意了，每一粒都是2到3公斤，不应该留这样多了，就太贪心啦，还是把它留下来了。树还算很年轻吧。